燃料电池原理是什么？第一个，我们讲电解水，这边是用白金当电极，好，然后这边是用一些什么那个酸性的微酸性的做电解液，然后这边就是这个是那个白金当电极，然后这个时候你通电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说那边会产生一边会产生氧，一边会产生氢嘛，产生氢的地方我们称之为正极嘛，产生氧的地方我们称之为负极嘛，然后它的摩尔数会是2:1嘛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嘛哈，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只要这样的装置呢，你给它加电的话，基本上就可以电解水了。如果把它逆回来，这个时候的话还是用白金当电极，本身已经有氢跟氧了在这个地方了，然后呢那边不要用电池，那边用个什么？用个再用电宝安培剂，你就会发现说氢跟氧慢慢会被消耗掉，然后会产生微弱的电极那个电流啊。所以说它就是一个什么样？一个电解的逆反应啊。唯一的问题是什么样？产生微弱的电流，这是一个重点。微弱的电流代表什么？电流强度就不大。所以说接下来的话，你就要思考说，那我到底要怎么样子才能让它产生什么样电流强度比较大一点？什么叫电流强度大一点？什么意思？我要反应快一点嘛。这里面整个的原理是什么？正极的氢被什么样解离，变成氢离子跟什么样？跟电子。电子走外电路，你这个电解质里面如果让它不要导电子，这电解质让它不要导电子，它只导正离子，所以说正离子会经过电解质跑到负极去嘛，然后这个时候那个什么我的电子就跑外电路跑过去嘛，然后电子跑过来之后跟它的负离子，电子负离子跟这边的氧接触，这个时候的话就怎么样还原回来变成水，这个时候就完成整个反应嘛。所以所谓的电流强度的大小就是什么样？我的反应速率的快慢，我要让它反应速率比较快一点，我就电流比较强嘛。好啊，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很清楚啦，我们要尽一切方法让它反应速率比较快。反应速率要怎么比较快？第一个，我让它怎么样，反应的区域变大嘛。所以我希望我的接触面积，我电极跟什么电极跟那些反应物的接触面积变大一点，我是不是可以反应比较快一点？所以第一个，我们怎么样，它的 low contact area 嘛，希望把反应面积加大一点嘛。第二个是什么样？也有可能是我这边跑过来的时候，我离子要跑过来的时候，你们会有一些阻力啊。我们要热传导是，我们热传导有热阻，电传导有电阻，这边离子要过来是有些阻力嘛。所以基本上，你如果让它可以怎么样跑过来比较快一点，那也可以。当然，这是两个主要在结构上面的问题啊。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，就比如说我怎么样是解决，到时候如果反应太快的时候，浓度的补充不够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。那最起码从结构上面。尺寸结构上面，我们就知道，第一个反应面积要加大，第二个让它电极之间的距离变小，我们就可以促进反应速率嘛。所以你就会发现说，为什么我们的什么样，燃料电池都长这样子，都是长扁扁的一平的。这个时候，这整片就是电极，所以基本上我的接触面积就是一大片的。刚才你只放一根棒子，对不对？你接触面积就是。那就周围那个东西，现在不是，是让它变得很扁平型的，很扁平型的。第二个，我扁平之后的话，我中间的什么电解液的距离就变短了，所以这个时候的话，我离子在跑的时候就会比较快，所以你就会发现说，大部分的燃料电池都是什么？我们都是一片一片的，然后把它堆成形状的。当然，你也会发现说，其他有不一样的，比如说有那种圆形的。反正呢，这种设计就是什么样？就是为了解决刚才他讲的问题。第一个，表面积要变大；第二个，距离要变小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就变成说 ，OK， 好，这边反应是正极氢变成氢离子加上这样电子，对不对？然后负极呢然后这个氢离子走到这个地方来，电子走过来，这边就变成这边就是我的电流，这边就产生电流了。所以这边我就放一些我需要用的电器，我就可以在这边产生电了。过来这边之后，这个负极的反应就变成这样子。这边还有一个在讲，就是说，一般我们正极、负极的定义是什么？电子出去的地方叫什么？这叫负极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刚好跟我们一般的定义不太一样嘛，因为我们是用什么样？这边的正极跟负极是用它的解离产生的正离子跟负离子来讲嘛，所以燃料电池的正极跟负极，它的电是从什么样？从正极跑到负极去的，跟一般的定义是电是从负极跑到正极去，刚好相反啊。不过我查了，反正都是电就对了，只是说你要了解一下是这样。所以
要讲燃料电池，一定要讲2个地方，正极的反应式是什么，负极反应式你搞清楚。好，所以说这是燃料来源不一样，还有中间的电解质长什么地方。我们之前看到电解质都是什么？都是液体的。液体电解质有什么好？有什么不好的地方？有没有腐蚀电极的对不对？所以你会发现，而且那个什么液态的电解质还不能撑起我这燃料电池。我们当然希望说，燃料电池是可以固定形状的，要把它撑起来的。所以你会发现说，后来为什么发展出来的那个电解质都是固体？第一个没有腐蚀的问题，不会腐蚀我的电极；第二个，这个电解质还可以撑起我的燃料电池，变成燃料电池变成一个固定的形状。好，所以说这电解质本身它的什么样，它的什么种类也是很多。我上次也提过说，一般燃料电池的命名就是用电解质的材料去命名，它是什么名字，就代表它电解质是什么东西。哦 ，OK， 好，刚才讲的是讲说，我们怎么从几何结构里面去发挥它的效率，就后来我们就搞出一个什么平板型的燃料电池，对不对？增加表面积，还减少距离，让它那个离子在跑的时候阻力变小。那第二个就是说，从化学反应的角度，我们怎么样去增加它的什么样反应速率？一般我们讲说，这个题目虽然是放热，但是放热你还是要活化能，就好像说今天燃烧是放热，但是你不给它点火，它会燃烧吗？对，不太可能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会自己发生的，就是代表我们所谓的不稳定物质嘛。不稳定物质是不可能稳定存在自然界里面的嘛。比如说我们常讲那个什么锂钠钾卢铯法锂，好像比较不稳定嘛，是不是？放在空气中就会自然就会氧化了嘛。所以你大概在空气里面找不到在自然界里找不到纯粹的锂嘛，一定要把它提炼出来。所以会产生自然反应的，代表它是一个不稳定物质，你也就不用想了。一般就算是怎么样会放热，它还是需要一个活化能。所以呢，我们怎么样子让这活化能降低，让促使我们的反应更快呢？这就是从化学里面的角度来看的。这边有几个那个什么，有几个选择。第一个，使用催化剂啊，对不对？它不会自然产生，我就用催化剂就自然产生了。所以说你会发现说，燃料电池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电极的使用哈，电极就是催化剂，你怎么使用什么样的电极，让它活化能可以更低一点这样子。第二个怎么样？让我的温度高一点嘛。温度就代表什么？代表我的热能嘛。代表说我的温度很高，代表我这个的能量状态就本来就很高了嘛。所以变成说我要反应就比较容易嘛。所以说基本上你会发现说，越高温度越高的那个什么的那个燃料电池的话，它效率都会越好，越容易操作。而且呢，基本上它对燃料的什么样的要求没那么的那个挑剔啊。那第三个的话，基本上还是一样，增加电极的那个什么电极的那个的那个 area， 刚才讲过了。所以有这几个方向，你这几个方向抓住了，你就知道说燃料电池它研究的重点在什么地方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就开始说第一个，燃料电池它的什么呀？它的操作这个没什么啦哈，就基本上就是说，基本上你就是正极跟负极，那正极的东西大部分有些不一定是这样子，并不是100%都是正极解离啊，有些是负极解离啊，要看看你的燃料电池。反正我们讲过，你只要有办法解离出离子跟电子，然后电子走外电路，离子走内部的传导，然后到另外一极去，然后再重新反应啊。那大部分的燃料电池都是正极解离成那个正离子跟电子，然后到负极里面去结合。但是不是100%哈，所以他这边就是这么讲哈。如果以氢的话就是这样子哈，所以基本上这边大家看一下哈。好，所以这个只是一个示意图，大部分你会看到的燃料电池就是一片，它基本上你带有3片哈，一片是正极，一片是电解质，一片是负极，然后这基本上就是一片，然后这边会有个外电路出来，这个外电路当然你看到的不会是一片啊，你会看到很多片的。我们叫做什么叫 bipolar plate， 叫什么叫双极板？因为一片我们讲过大概的电压大概0.7伏而已，所以还不够，所以我们希望把很多片结在一起。所以说这一片可能是正极它另外一边就是负极，然后然后电解质，然后再正极、负极、电解质、正极、负极、电解质，然后那一片里面就这一片这个看起来还不是很清楚，我们看一下这边这个都是这样子。
所以同样一片里面哈，这边可能这边是正极负极，按照电解质正极负极电解质这样然后就把它合在一起，变成很多片。然后里面你会发现说，流道的设计很重要。流道设计除了第一个，你希望你的燃料可以比较 smooth 进去里面，然后扩散到跟电解之间的扩散接触比较大，可以比较容易过去之外，另外就是说你的产物这叫双极板，所以你会看到以后 bipolar 哈 bipolar 那个 polar plate 就是双极板这样子长出来就长这样子，对不对有时候你会发现说它那个什么，它故意这个是什么，那个氢气的入口跟氧气的入口会长得不一样，里面的流道甚至会是垂直的。大家可以想象这个东西吧，这里面就是很多流道，有没有？这边这一片就是电解质，这就是双极板然后这边就是流道这样子所以流道有很多不同的形状，什么蛇形的流道啦，什么渐缩型的流道啦，什么圆形、弧形的流道，随便你啦，反正就是随便去设计出一个好的东西就好了。但什么叫好？其实好像也没有一个标准，反正就设计出来，然后去测试说好就好，就对了，就是这样子。